各位线上的同修，大家晚安，大家好。那么今天晚上呢，我们的读书会的主题呢是《大哉问》第2集。那上次我们是《大哉问》第一集，那上次有10个问题，这次有8个问题。那我的电脑里面呢，有400多题的问与答啊，那个是从1000多题里面的筛选出来的。我在想说，如果每周1次的读书会都来分享问与答的话呢，那这样要讲1年呢，好像不太可能哈。而且这些问与答要看对象来讲啊，否则呢会不对机啊，所以能够讲几集呢，就算几集啊，一切我们随顺因缘啊，顺其自然。上次的读书会呢，我们有提到孔子赞叹舜呢很有智慧，不但很会发问呢，还会观察分析呢平淡浅近之言上次如果有参加读书会的有听过这一集第1集的人就应该都有这个印象那平淡的话，一般人是听了就算了那舜呢，他会怎么？他会细嚼缓咽深入体会从中去探讨深奥的道理这个也是一种学习的诀窍但是这个要有什么？要有好问好察而言的精神。上次我们有把这个话呢深入的去解释要有好察而言的精神就好像有人认为呢无用之术要丢弃，那有人呢却可以把它当作有用之材来用可以拿来雕刻佛像把它废物利用同理朽木呢虽然不可雕也，但是还是可以把它拿来什么种香菇变成什么无用之用，是为大用所以呢不要小看一句的平淡之言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但只要细心去体会呢，有时会发现平淡最重味。你看一句好察而言4个字我们就可以把它延伸体会出上面这些所讲的这些有用之材啦朽木可雕啦以及平淡最重味啦，这个人生的大道理出来这个真是如孟子所说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说要学习或求学问的方法呢，没有其他的就是要把放纵跟迷失的真心呢找回来求其放心而已这个放心的意思呢不是你放心，你不要担心，不是那个放心。这个地方的放心指的就是说放纵的心跟迷失的心要把它找回来如果说我们这个放纵跟迷失的心呢没办法找回来的话呢，那就不可能专心了，那就会怎么样？就会3心2意不定性，造成什么？心有旁骛，杂念纷飞那不能专心就是不能用心嘛。那不能用心就什么？就很难做到什么好问好察而言因为你要懂得提问，懂得观察事情，这个也是要多用心所以不能用心就很难做到好问好察而言。所以要提问或要观察事情呢，也是要很用心一句好话我们听得很有道理，也很认同，但一听就过了没有马上记下来的话呢，之后就船过水无痕忘记了，就变成什么？回首当年一片空白有一次证严上人在开示中问大家，请问大家听法要用1只耳朵听还是2只耳朵听那大家就回答了，有人讲1只有人讲2只，结果呢正确的答案是什么？2个都不对上人就解释了，用1只耳朵听呢会一知半解啦，用2只耳朵听呢会右边进左边出，所以正确的答案是要什么？要用心听要用心听，是要用心听，也要用心看那用心听呢？用心听是用眼睛听，用心看是用什么看是用耳朵看。有没有讲错怎么用眼睛听，用耳朵看没有讲错，不能只靠耳朵跟眼睛，要靠心所以呢
有一句话说得很好，他说用心听啊，不是用耳朵听哦，用心听，有疑问的部分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部分谨慎的说出，这样才不会造成误解。刚才讲的用心听啊，好，再来用心看啊，不是用眼睛看哦，用耳朵看啊，用心看，有疑问的部分呢持保留态度，有信心的部分呢谨慎的去实行，这样才不会造成遗憾啊。所以要听或要看啊，不能只是用耳朵或用眼睛呢，要用心，要用心啊，道理在此啊。证严上人呢，几年来一直提醒很多慈济人啊，莫忘那一人，莫忘那一年，莫忘那一念啊。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要我们莫忘初衷了啊，也就是要怎么样，恒持出发心的意思。现在呢，还要再多加一个啊，叫做莫忘那一句啊，哪一句啊？生命中对我们醍醐灌顶、刻骨铭心的那一句话，也就是说，一些至理名言啊，或者是智慧法语啊，能够记住又把它活用啊，那就是什么？巩固我们法身慧命的坚若磐石。其实啊，我自己也是要用一些听起来是平淡浅近的智慧法语啊，来保护我自己啊。我把它叫做什么？贴身随护啊，跟什么贴身保镖。这是干什么？这样才会有安全感呢。那么这些保镖跟随护是哪些东西啊？每一句都是保护我们的这个智慧法语啊。举例来讲啊，人不知而不愠啊，不亦君子乎？这个是《论语》里面讲的啊。人家不了解我们而误会我们冤枉我们，或者是伤害我们都好，不急着解释，也不怨天尤人啊，不亦君子乎啊？君子的态度就是如此啊，这个我们要学君子嘛。再来被冤枉就淡忘，被误解就善解再来，哪人尽如人意，但求无愧我心呢？拿这句话来勉励自己。再过来，只是研究佛理会步步空虚啊，要能够实践佛法，才会步步生莲呐。这句话是上人讲的再过来，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出门只是要警惕自己怎么做，要小心什么什么什么。回家就要反省，我早上提醒的事情呢，我做到了没有？有没有碰到所以出门要提醒，回家要反省。再过来，菩萨道做事情要用体力不只是用体力，你还要用心力所以体力有限，心力无穷不能靠体力做事情，有时候要靠心力体力是有形的嘛，所以有限嘛，心力是无形的，所以无穷再过来，事烦心闲，忙而不乱事情很繁重，但是忙我们心不乱，身忙心不乱再过来，好话，智者运命，愚者命运有智慧的人操纵命运没有智慧的人被命运操纵再过来，修行要靠制造问题的人创造难题才能让我们修炼安忍与包容这句也是好话一句好，再接下来这个上次有跟各位分享过我自己的心路历程，虽不满意还是接受，虽然接受但不认同，虽不认同继续包容各位慢慢去体会里面的意思好，这也是我自己的体会身体要锻炼，心灵要淬炼，经过训练，接受磨练，再通过层层的考验，这样才有可能当教练这就是宝贵的人生历练这句话也常常我警惕我自己然后再过来，正人用邪法，邪法也是正邪人用正法呢，正法也是邪关键在哪里？你的心好，再过来，静中修10分，不如动中修1分不要只是静中修静很容易要动中修静所以这句话也是很好再来，去责备一个令我们生气的人只会让我们更愤怒；
去埋怨一件令我们忧愁的事情呢，只会让我们更哀伤啊。所以什么？伤痛是化了妆的祝福。这句话很有意思哦。伤痛是化了妆的祝福，代表着什么？软弱正在离开我们的身体了。上次我记得有跟各位分享过这句话。软弱离开我们的时候，取而代之就是坚强勇敢嘛。再来，花了时间拼经济，总要留点时间做慈济。如果真的没有时间做慈济，至少懂得把钱捐出去。福报必须累积与持续，生意才会越做越顺利。一边拼经济，一边做慈济，人生才会越活越有意义啊！这句话也是我自己的体会啊。好，以上这些句子呢，都没有困难的字跟词啊，每一句都是平凡浅淡之语啊。把它实际，再把它活用，用在生活中跟工作中碰到状况来了，马上想到，莫忘那一句，以前记得那一句，以前史记的那一句，莫忘那一句，把它用出来用得上就是什么？就是你的智慧了。那用不上的话呢，背得再多都没有用啊。叫做什么？满天是金条要抓又没半条曾子赞叹颜回以能问于不能。上次也有讲过这个但今天我们用法不太一样我们是取这个曾子赞叹颜回的这一句话。以前我们是深入探讨那今天因为主题不是在这里曾子赞叹颜回呢，以能问于不能我是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我问一个能力不及我的人这个谦虚虚心求教的意思了以能问于不能。那孔子赞叹舜呢？什么？刚刚讲好问好察而言嘛。这都是曾子赞叹颜回，孔子赞叹舜嘛。他们赞叹的理由都是一样的。一个是什么？一个是赞叹不耻下问那一个是什么？赞叹虚心好问都是大哉问因为有大哉问呢，才会有这些大道理让我们来学习。其实证严上人也是讲了很多的耳言平淡的话的意思上人说如果只是要我单讲佛经我也可以把经文讲到飞天遁地腾云驾雾出神入化，无中生有但这个不是我讲经的方式。我是要把艰深难懂的经文呢，用平凡浅淡的话，以及真人真事来阐述、来描述，让大家听得懂，希望也能做得到这句话是上人的开示，所以才说佛法要生活化那耳言呢，平淡之言呢，也是接近庶民的语言。要接近庶民的语言，人家听得懂，那这样才能够接地气嘛现在大家不是都在讲接地气嘛就是这个道理嘛但是要注意一点因为这些话太平凡浅淡了，我们只要稍微不用心，就会忽视它，就漏掉要做笔记，觉得这个听起来很自然很简单嘛也没有什么说很高深的那个字词在里面就觉得好像它不重要，就没有去记它，就漏掉要做笔记。笔记有记下来的，有时候还不一定能记得起来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何况是没有记下来的。所以有一句话说，最好的记忆力呢，不是脑袋，是笔记。几年前呢，上人有一次呼吁慈济人要晨钟起熏法香那就有一些呢不方便来熏法香的人呢他会找借口了。哎呦，上人每天讲的都差不多就这样子讲有一点好像不重视他轻视他的意思。那上人知道以后呢，有一天就对这种开示说有人讲说我每天讲的都差不多上人说，那你每天三餐也是吃的差不多难道这样你就不要吃饭了吗很有意思后来上人又继续说，熏法香呢，听不懂你也是要熏就好像什么，待在喷有香水的房间里面你待久了呢，身上也会熏染到什么香气有道理所以这个是什么？这是平淡之语加上譬喻的方式呢，就开示但却蕴藏着什么深奥的道理佛陀的10大弟子里面有一位叫做迦旃延佛经里面呢是比较少提到这个迦旃延。迦旃延是佛陀10大弟子里面的什么论义第一
很会辩论。这个迦旃延呢，他很能用善巧的方法呢，很简短的言辞呢，让提出问题的人呢心悦诚服，很容易马上听得懂，而且心悦诚服。就有一次呢，迦旃延走在街上，托钵化缘呢，迎面走来一个婆罗门的修道者，那他向迦旃延呢招呼以后，就问迦旃延，他说：“尊者，今天巧遇到你，真是很难得的机会啊！我有一个问题呢，想请教你，希望你以客观的态度来破除我的疑惑。”那迦旃延就问他了：“你对什么问题升起的疑惑呢？”那这个人就讲了，他说：“尊者，我看世间上刹帝利跟刹帝利相争婆罗门跟婆罗门相争这是什么原因呢？才使他们互相的争来争去的呢？”这位外道问这个问题那我还没有回答之前，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这个刹帝利跟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印度，因为那时候我们讲的故事缘起是在印度嘛印度有种姓制度有4个阶级很多人会知道这个现象嘛最高是婆罗门他是主管宗教事务的僧侣或者出家人婆罗门嘛，佛陀的10大弟子，佛陀很多弟子以前都是从婆罗门教过来的嘛。那第2个阶层是什么？叫做刹帝利是什么？军事贵族跟行政贵族，国王跟皇后呢这些大臣呢都属于这个阶层的，是掌有权力的刹帝利是掌有权力的。那第3个阶级是什么？是吠舍、农工商就是属于这个阶层的。他们有义务要缴税但是没有政治权利有钱但是没有权利的那第4个阶级是什么？叫做首陀罗啦就是土著啦、佣人啦、工人啦就属于这个阶级的这第4阶级这个叫做他们的种姓制度那4个阶级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当地人叫什么？不可接触的人。4个阶级之外的叫什么？叫做贱民最低下地位最低的是哪些人呢？罪犯啦、乞丐啦、扫马路的人啦、或者扛尸体那些人啦、这些人地位都非常的低下，这叫做贱民4个阶级之外再加一个贱民这是当时的种姓制度。所以刚刚那个人不是那外道不是问吗？他说这个婆罗门跟婆罗门争刹帝利跟刹帝利争，他们是为什么要争问这个迦旃延嘛那这个迦旃延都回答了，是为了贪欲而争，为了贪欲而争。什么意思贪权贪利嘛。刹帝利刚刚讲，刹帝利是有钱所以他要什么？要争利贪利争利那婆罗门呢？婆罗门刚刚不是讲出家人跟那个僧侣嘛？这些是没有钱但是有权利的人要贪权所以是为了贪欲而相争那这个外道再问那么尊者，我再问你那你们沙门跟沙门相争是为了什么原因沙门就是出家人的意思嘛问迦旃延一问他，那这个迦旃延马上回答，他说为了我见而执着。迦旃延回答为了我见而执着了。这个婆罗门听到这个迦旃延这样回答以后非常满意他又再提出问题来问外道，尊者，你的回答很客观很公正，不过我想知道，那这个世界上呢还有什么人能够离开贪欲跟我见呢？你刚刚讲他们相争不管是婆罗门或者是刹帝利，他们争来争去就是为了贪欲跟我见嘛，对不对？那世界上什么人能够离开贪欲跟我见呢？迦旃延呢就毫不犹豫的回答，他说现在正在舍卫城说法的我的老师佛陀，他是无上正等正觉者，他没有贪欲跟烦恼，没有我见的执着，是人天的典范。哇，这个迦旃延这样回答以后，这个婆罗门的修道者很感激这个迦旃延这样的说法，心服口服立即要求这个迦旃延能够介绍他皈依佛陀。后来做了什么？佛陀的在家居士。又有一次呢，也是一位婆罗门的修道者他听说迦旃延是
佛弟子里面的论义第一啊，他听得很不服气啊，他特地从很遥远的地方呢赶来啊，要来访问这个迦旃延。他是什么？他是想以辩论的方式呢来问倒这个迦旃延。他一见面迦旃延，他就问道：“他说尊者，我听人家说你本来也是婆罗门，现在皈依佛陀呢，做沙门后呢，却不再顶礼婆罗门的耆老。意思说，婆罗门那些长老，你见到他你都没有顶礼，也不起坐，也没有说起来相迎，也不跟他们并肩而坐啊。这个外道就讲了，我听得很不以为然啊，所以我今天呢特地来问你，假如真的是这样，我想这个不是正法，是很不应该的。那他就这样子问迦旃延嘛，迦旃延他就不慌不忙的、胸有成竹的回答，他说：“你说的是事实。我迦旃延呢，由婆罗门皈依正知正见的佛陀之后呢，是不会再向婆罗门的长老呢礼拜，这是合乎法理。已经证得圣果的我啊，你不可以用年龄的老少来衡量啊。假如说一个人的年龄，一个人啊年龄80-90岁啊，他是婆罗门啊，年龄超过80-90岁了，但是还在沉溺于私情小爱，还沉溺于那种贪欲啊，陷于贪嗔痴的邪见之中啊。这样的话呢，年龄虽长啊，又有什么用呢？他这样子反驳给这位外道听。那这位婆罗门呢，给迦旃延这么一反问呢，无言以对啊，因为迦旃延讲的是事实嘛，刚好对他们的问题讲出来嘛。这个外道的无言以对啊，深感羞愧，因为确实是如此啊，就感觉很羞愧，也立即舍弃了邪见，请迦旃延介绍呢去皈依佛陀的座下。所以迦旃延呢，就是这么一位善于论义，刚刚讲嘛，好察而言，观察分析的意思啦，跟那个意思是一样的。好察而言意思是善于论义，分析道理，归纳道理。所以迦旃延是一位善于论义和巧说的尊者。跟他谈话呢，不要几句话，他就会叫你怎么样，心悦诚服的相信他的说法。很多当时的外道在这个迦旃延的巧妙的论义之下呢，改邪归正啊，接受佛陀的信仰。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要跟迦旃延学的啊。话不用讲多了，重点1-2句就够了啦。而且人家听得懂啊，也能够体会得到啊。有一次，迦旃延啊，在弘法的途中呢，遇到一位妇人呢，手持一个水瓶啊，坐在河边呢，在那哭泣。那迦旃延呢，就看了，怕他因为什么失忆的想不开啊，投水自杀啊。因此呢，迦旃延就过去问他，他说：“妇人啊，是什么事让你这么伤心啊，在这里哭泣呢？请你告诉我。我是佛陀的弟子，我可以帮你解决问题。”这个妇人就哭着说：“你是不能帮助我解决问题的，告诉你又有什么用呢？这个世界是很不平等的，贫富是这么样的差距悬殊啊！我是一个苦命的穷人，一生都在受苦。我给贫穷的苦呢折磨到不想活的啦。”迦旃延呢就很同情他啊，对他开示说道：“他说妇人，你不要伤心，世界上穷人很多，不仅仅是你一个而已啦。同时啊，穷人并不一定是很苦或不幸哦，富人也不一定是很快乐哦。你看那些拥有奴婢田财的那个富人啊，他们仍然天天为着什么贪欲烦恼而受苦啊，很有钱，但是很辛苦啊，也很不快乐啊。所以富人就跟这个妇人讲啊，做人你只要能够平安的生活就好，因为平安就是福。贫穷有什么好悲伤的呢？迦旃延就跟这个妇人讲，这妇人就说到了，他说：“尊者，你是一位出家的沙门呢，你能看得开世间的一切，而我们还不能呢。你要知道啊，我是一个大富人家的奴婢佣人而已，经年累月做着什么苦役。衣食不周啦，没有自由啦，而我那个黑心的主人悭贪暴恶，没有一点慈悲心。我们只要有一点差错呢，
他就打骂交加这些痛苦呢，我们想一想呢，都是由于贫穷而引起的。你想，我怎么不痛哭我的苦命呢？就这样子跟迦旃延的哭诉这个时候迦旃延对他说：“他说妇人，既然如此呢，你就不用悲伤。我告诉你解脱贫穷跟发财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很简单，你既然是为贫穷而苦，那你就把贫穷卖给别人把贫穷卖出去，你就不再穷苦了。”告诉这个妇人这个妇人很惊讶的叫起来贫穷也可以卖给别人哦？有这种事吗？贫穷如果可以卖给别人，那么世间就没有穷人啦。有什么人会买我的贫穷呢？这个妇人就这样答。那他说贫穷要卖给谁迦旃延说卖给我。迦旃延又继续讲贫穷是可以出卖的，只是世间的人呢不懂得出卖贫穷的方法而已啦。你没有出卖，留着自己用，自己是很贫穷很穷苦那妇人就在问什么方法可以出卖贫穷那迦旃延就开始说很简单，要懂得布施啦。跟这个妇人讲，要懂得布施啦。你要知道人生的贫富是各有因缘贫穷的人之所以贫穷，是因为过去生呢他没有布施跟修福富贵的人之所以富贵呢，是前世有布施跟修福。因此重点在这里重点在这一句因此布施和修福呢是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布施跟修福是把贫穷卖出去卖贫买富，把富贵买回来的意思所以布施跟修福是什么？卖贫买富最好的方法。妇人听了之后呢，智慧开窍，明白了致富之道了原来要致富是这样子但他又苦着脸呢向那个迦旃延问道你说的不错啦，我现在是明白了发财的方法，不过我这么贫穷，我这么贫困，我连这个手上拿这个水瓶呢，都还是我那个爱财如命的主人所有我是一无所有的人你叫我怎么布施迦旃延呢就把自己手上的那个钵他不是在托钵吗？那个碗交给这个妇人，就说来，你拿这个碗，拿我这个碗去取一点干净的水布施给我。那妇人干净的水很容易这个妇人就去把这个碗拿去装水给这个迦旃延。他这个动作一做出来，本来是手心向上的人拜托你帮我拜托我本来是手心向上的人呢，现在变成一个手心向下的人，所以一下子这个妇人感觉非常欢喜。后来这个穷妇人一直用这一种布施为乐的方法呢去布施最后呢把贫穷卖掉了，升上了什么忉利天去享乐了那这个是佛经里面讲的故事但是很有道理这个把贫穷卖掉的好方法，慈济志工在全球大小灾难的灾区发放中是发挥的很彻底其实这个也是上人的教育了那些灾民呢，就跟这位穷妇人一样本来就很贫穷了嘛，灾民嘛，本来就很贫穷了嘛，又碰到什么灾难，那更是雪上加霜一贫如洗但是慈济志工在发放的现场，准备要发放物质或现金给他们，一边同时要教育他们，对吧？就跟这个迦旃延的教育这个妇人一样要教育这些灾民们怎么样？你们可以小钱行大善对怎么行大善？志工就拿一个保特瓶做的简单的那个挖个洞一个一个钱里面把身上唯一的或者唯有的那些小小的零钱，不管多少钱，投进这个保特瓶的竹筒里面，然后大家捐一点钱，我们小钱把这小钱积蓄起来，我们去帮助其他也是需要帮助的人。这个就是在启发他们把贫穷卖出去了。这个我们在国际赈灾里面都要这样子做了不只是在救济他们，而且要启发他们，教育他们这是教富教富不是教有钱人心中有爱，心中很知足的人就是什么？就是富有的人
好，所以叫做济贫交富嘛。交富不是指富，不是指一定有钱的，不一定的。所以呢，有钱这个是我们在灾区里面教育这些灾民嘛，所以呢，布施不是在于有没有钱，而是在于有没有心，有没有那个心。所以呢，有钱就做好事啊，没钱就做好心啊。只要有心，不管有没有钱都可以布施啊。所以有一句近似语这样子说大家应该都很清楚：布施不是有钱人的专利，而是有心人的参与。这句是正言法师的近似语，很有道理。对，你布施不是有钱人就可以布施的，没有钱也可以布施的。布施不是只有讲钱财而已啊，对。去抚慰灾民啊，讲话抚慰人家，陪伴人家，做志工啊，这个都是都是算布施嘛，付出的意思嘛，都是一样的道理嘛。好，刚刚以上讲的这些呢，只是序曲而已啊。今天晚上的主秀叫做什么？大灾问第2集，现在正式上场第一题，有志工在问他说：灾难发生的时候我们向一般的大众去募款，那会说明慈济来募款的原因，是因为有灾区有发生灾难我们要去灾区发放希望大家慷慨解囊这个1块不嫌少了，100元不嫌多了那有些灾民反而会说救灾是政府的事情啊，你们不应该去做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他们以这个理由呢不想捐钱那这个志工就问：那我们该如何说服他们呢？这个志工有疑问碰到这样的人，你要跟他募款，他有这套理由，你怎么回答他？那我就跟他们分享，我说其实呢，很多本来都是政府应该要做的工作呢，但是政府也不是全能你不要说急难里面发生要做的事情平常有一些事情也是政府没有办法做的事情，要靠谁靠非政府组织吗 ？NGO 不是这个意思吗？对吧？为什么有非政府就是政府范围做不到的事情，有些非政府来补，就是这意思嘛。所以这个有些发生灾难的地方或者它是未发展的贫穷国家呢，它发生灾难更是什么？显得这个政府是处处的能力不足没有经验然后财力也不够了那这个时候这是为什么每次在国际赈灾国际灾难发生的时候呢很多那些非政府组织啦慈善团体啦都会怎么样来自不同的国家呢跑去灾区里面去救灾这个是在急难的时候呢补政府的不足之处，这个叫做国际人道救援的精神这是普世的价值而且这个是什么？这个救急不救穷了。急难阶段过了之后呢，很多工作政府已经有时间了，然后也慢慢接收到国际上的一些捐款了那剩下的工作政府就要慢慢去自己完成了。这些外国来的团体不可能在那边待那么久了嘛不像慈济啦慈济灾难过后就在那边落地生根的，培养当地的种子、当地的志工，在当地继续做慈济之业的事情这个是慈济跟其他团体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好，那发生在我们自己国家的灾难，邻国来协助我们。举例说了，921大地震的时候，还不是有日本土耳其韩国其他国家来协助我们？我们会感恩这种雪中送炭的温馨嘛？对，发生在别国的灾难，我们飞过去赈灾，当地政府及灾民也是很感恩慈济患难见真情来协助我们像这次的新冠疫情也是一样各国都在锁国封城之际上人也是苦民所苦心系众生透过海外的据点采购调度防疫物资，这样也是帮助了80几个国家呢。我们人不能出去，那其他国家也不能来去的，这样还是在这么大的这个新冠疫情的灾难里面，也是帮了80几个国家。你看，救灾也是要用智慧其实慈济这样做也是什么？也是印证一句话，叫做 Taiwan can help。现在不是讲这句话吗？台湾帮了很多国际上受这个疫情影响的国家嘛，对 Taiwan can help。那这个我们可以把它写成慈济 can help， 也是可以，也是通那照这位大德所说的，都是政府应该要做的工作
那么发生在你家的不幸或灾难，在你彷徨无助的时候，如果政府来不及立即给你协助，而是一些你的邻居朋友爱心的民众在第一时间的给你协助，给你关怀，相信你也不会说这是政府的工作而拒绝你的邻居给你的协助跟关怀，是吗？对，相反的，你会对这种雪中送炭、及时解困感到患难见真情才对啦。对，有些人呢，对发生在别人身上的灾难呢与不幸呢，自己没有切身之痛，不痛不痒这种人就是比较没有同理心的人这就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的什么自私的人社会上如果这种自私又没有恻隐之心的人太多的话呢，这个社会就什么冷漠无情嘛。对，我在顺便提一下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那是差不多20年前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有一次我刚换了一辆3000cc 的新车不到2个礼拜，有一天呢傍晚我从我的工厂马六甲开车要回去吉隆坡，这个距离大概差不多200多公里在高速公路上呢，正好下着滂沱大雨又碰到大塞车，车行很慢，3线变成1线，车子大排长龙，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慢慢开，等到我可以经过路，等到我的车可以经过的那个路段，我才发现什么事情一对骑机车的印度的男女人，跟一辆汽车可能是擦撞，然后汽车高速公路车子都很快摩托车马来西亚的摩托车可以开上高速公路的不管几 cc 的可能不知道什么原因跟汽车擦撞了，速度很快这摩托车就摔倒在地上，那个男的骨折了，女的头部撞到流血，两个都不省人事，昏在地上那个时候正下着大雨等到我要经过的时候，奇怪，怎么我这样开车过来时间也蛮久的前面经过这么多车子，没有一辆车子停下来协助我那时候很压抑，我怎么这么冷漠呢？我赶快把车子开到他们倒地的旁边，还下着大雨我下来也是下着雨没有伞下来雨，对面车道有一个印度年轻人看我下来，他就跑过来，跨过栏杆跑过来协助我把那2个年轻人呢搬到我的新车子的后座上面去，血水分不清的身上都湿哒哒的血跟雨水都混在一起我就赶快把这2个人离开高速公路，到附近城镇一个医院里面去急诊，放在那里。那各位你可以想想看，那个全身湿哒哒的血跟水都流到我的新车子的后座上面去。送完之后，我赶快开车回到家之前，赶快去那个马来西亚的洗车都在百货公司里面，开到百货公司里面，赶快去洗一洗。那这个是应该谁要做的事情对这也不是我的事情也不是其他人的事情但是2个人躺在那里，能够见死不救吗？对不对这是谁的事情所以这样回答，应该各位都知道了嘛，对，所以我们不能太冷漠了好，再来问一题有一个会众的问他说我曾经跟朋友谈起学佛他觉得只有那些心灵有缺陷的人才应该要学佛，那些呢很坚强的人都不需要学佛，我应该怎么样来回答他这个问题呢？他觉得学佛是有心灵缺陷的人才要来学佛那些很坚强的人他就不用学佛了那他怎么样回答这个人的问题呢？那我就跟他分享了我们有些人呢，虽然外表是很坚强没错，但是内心很脆弱外强中干有些人是该坚强的时候呢，他却十分的懦弱；有些是该柔软的时候，他却十分的强硬，强硬用错地方了。有些人则是什么？对任何事情呢都很坚强，唯独面对感情的问题很懦弱的不堪一击碰到感情的事情，他就没办法了学佛呢，就是要学习佛陀的慈悲跟智慧，有了慈悲心，才会有好性情有了大智慧呢，才能明辨是非那无论是身心有缺陷，或者个性很坚强的人都好，若想要让人生观正面
核心价值正确，然后呢，或让自己的心智能够成长了，则借学佛，尤其是借菩萨道、大乘法门来深入人群，戒事练心呢，这是最为就近之道啊。坚强不屈、宁折不弯呢，是一种美德，不容易啊，对不对？坚强不屈、宁折不弯呢，虽然是一种美德，但是要注意，孔子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他说什么？好刚不好学啊，其必也狂啊。好刚不好学啊，什么意思啊？性格很坚强，但是不好学，不想学习，不爱学习，其必也狂。他的问题就怎么？最后变成狂人了，其必也狂了，最后变成狂人了，唯我独尊了。这个变成这样一个狂人了。所以心灵有缺陷或心智尚未提升的人呢，需要努力学佛来培养正知正见的正信人生啊，并训练自己呢永不退失的道心，这个也要靠学习啊。两个性原本就坚强的人呢，个性原本就坚强的人呢，那更要精进学佛了。更要学佛，期许自己呢威而不猛，刚柔并济。什么意思啊？不怒不生气的意思啦，不怒而让人敬畏，叫做威，叫做威德的意思啦。什么叫做猛呢？怒而让人生畏、害怕、恐惧，叫做猛。所以威而不猛啦。不止坚强的人要学佛，有知识学问的人也是要学佛啊。因为学佛的目的是要什么？是要转世成智啊，转你所读的这些知识跟学问呢，成为智慧。所以有学问的知识分子，如果不能转世成智的话呢，那也有可能会变成什么？知识分子。那两个什么知识分子啊？惹是生非的知识分子啦，这个意思啦。因为知识是污染的啊，智慧才是清净的啊。那智慧虽然是力量啊，但是它有建设性也有破坏性的啊。你用到破坏性就不好了，对。好，还有一个大德问，常常给人家诺言都无法实现的，这要怎么办呢？可能他自己的，我就跟他讲，我说承诺有如开支票，如果会跳票，不如不开票。既然已开票，必须是铁票，承诺后兑现，这样才有效。事业破产了，还有可能东山再起了，但是信用破产了，一生破产了。其实呢，发愿也是一种承诺因为感动的时候容易说出发愿的话，无名的时候容易忘记承诺的话给人家诺言但都无法实现这叫什么？这叫轻然若。久而久之呢，人家就会把我们的诺言当作戏言了。孔子说：“人无信则不立。”佛家也说什么？信为道源，功德母啊！诚信是立人之本是交友之道，是经商之魂所以诚信呢，更是什么？心灵良药啊！一个人如果失去诚信，要做人处事、立足社会就十分困难了。一个人若不能言而有信、言出必行，就不会被人家信任造成处处被人怀疑那失信的人呢，人人不愿与之亲近，因为不知他讲的是真的还是随便讲讲我们也只能半信半疑甚至被误导没有人喜欢这样子。所以一旦被人家贴上没信用的这个标签的话呢，要做人处事就很困难的了。所以我们都要学习什么？重然若嘛。我记得有一次我们读书会的主题叫做什么？先敬后思再语就是我们要讲话要慎重，要想着说，不要抢着说有些人呢，担心承诺过后呢要兑现诺言，因此呢害怕承诺，担心一旦承诺就要开始承担了。我答应我就要去做了，担心一旦承诺就要承担就会变成好像被事情捆绑而失去自由。其实不敢承诺又不敢承担，才会把自己绑得紧紧的。因为不敢承诺也不敢承担的人呢，老实讲也不敢发愿这种人也不敢发愿问题是愿大力量才会大没有愿当然就没有愿的话，你只能靠有形的体力而不是靠无形的心力所以不敢承诺跟承担的人，因为不敢付出，所以很难成长，这样潜能永远卡在那里这才是真正的失去自由。
所以刚刚讲的这个道理，如果懂的话，我们就知道要怎么办了。哦，好，还有一个问题问什么？我虽然很努力在改变，但还是常常被人家排斥或看不起，为什么？可能他的问题是这样子的，已经在改变了，但是还是被人家排斥或看不起啊。他想了解原因啊，或怎么改善啊。我跟他分享啊，可能我们改变的还不够多，对，人家看不到我们改变之处，哦，我们改变的还不够好，啊，如果只是被一两个人排斥或看不起的话呢，有可能是别人的问题啦，啊，因为别人可能对我们不了解或误解啦，对。但是如果处处被人家排斥或瞧不起的话呢，那个就是自己的问题了，就要反观自省，自我警惕的。警惕什么？可能是自己做人处事或人际关系出问题了。什么问题？是否我们的习气深重而给人困扰？是否有围城般的傲慢而不自知？是否行事不圆融而不经意的得罪人而自己不知道？是否我们态度很强硬而给人反感？是否讲话心直口快而令人不舒服？是否呢？我们说话令人感动，但是做事令人头痛？是否上台说话很感性，下台做事呢很率性？是否说起话来惊天动地，但是做起事来有气无力啊？或者是很爱行善，也很爱计较，或者是很爱行善，也很会障碍别人行善，等等。我们常常稍一不慎的就显露这样的习气出来，而难跟别人结好缘，自己不知道啊。别人表面上对我们是以礼待之，其实心中对我们是保持距离啊，以策安全啊，不想跟我们亲近啊。孔子说：“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意思就是说，检讨自己，不能去埋怨别人。其实修行团体也是一样啊，没有人要故意要犯错的啦。之所以会犯错或显露习气呢，那是因为什么？能力上有不足之处啊，能力不好啦。但是人家正在努力改变的或改善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什么？欢喜赞叹，给予鼓励嘛，而不是质疑、嫉妒或者是看轻别人嘛。但问题是，大家都在学习啊，都是凡夫啊。当我们无法改变别人的时候，我们也只能先改变自己，充实自己啊，或者巩固自己啊，强化自己啊，对。所以被人看不起没有关系，自己一定要看得起自己。自己如果都看不起自己，没有人会看得起我们啊。所以不能自暴自弃，也不能妄自菲薄啊。近似于说，看别人不顺眼是自己修养有问题。对，我们如果是以佛心看人的话，那人人都是佛啊，怎么会看人不顺眼呢？对，所以处在人群中要修忍辱啊。这个以前读书会也有跟大家深入探讨过了啊。修忍辱才能看透、看通众生的无明烦恼，也才能看得开、忍得了被人糟蹋跟凌迟啊，这样就是功夫了得了啊。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尤其是修行过程中呢，连被人糟蹋、凌迟啊都要能够忍得住，何况是只是被人看不起而已呢？对不对？啊，所以总而言之啊。被人排斥或看不起呢，还是两句老话提起正念的。第一句是什么？孟子所讲的啦，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啊，这个我们上次讲了好几次了。第二句是孔子讲的，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啊，对，用这两句话呢来警惕自己，也就是正言上人提醒我们的，抬头要感恩，低头要忏悔。好，在一题有人问，难道是为众生服务才是智慧的选择吗？在企业里面赚钱过富裕的生活就不算是智慧的选择吗？我就回答他了，我说物欲有时候啊看起来像肉欲的天堂啦，肉体的天堂啦，但却也是心灵的地狱的。人为了赚钱而牺牲健康啊，所谓什么努力10年拼小康啊，一场重病全泡汤啊。这个活生生的例子在生活中看得很多啊。所以活的时候呢，忘了生命是短暂的，死的时候才发现从来没有好好的活着，这就是凡夫啊。富裕的生活是指外在的物质生活很丰富，但这并不代表内在的心灵很充实哦。
所以缺少了以心灵为内涵的物质生活啊，就好像什么镀金的饰品，外表是光鲜亮丽，其实是没有什么价值的，镀金的而已嘛，不是真金的嘛。而且呢，赚钱过富裕的生活是为自己的私欲跟享乐享受，为众生服务呢，则是造福人群、自利利他。两者的心态呢，跟格局是截然不同啊。一个是为私，一个是为公嘛。其实啊，为自己的享受，不能说是有错啦。但是因缘呢，果报告诉我们呢，现在的享福之人，必是过去有造福之人呐。若要未来也是有福，现在就要必须知福惜福再造福，这样才有可能福报绵延不断呢，才不会说怎么福不过3代了不是我们常常这样子讲嘛其实企业家呢，为了私利而大肆开发，耗尽地球的资源呢，是造成现今大气层破坏及气候变迁与温室效应的主因之一啊。此外呢，人类为了极尽享受奢华的物质生活，而过度的消耗能源，也是造成大地反扑、形成灾难频传的祸首。有钱的人是因为福报够才赚到钱的，但有一句话说，会赚钱只是徒弟啊，会用钱才是师傅啊。如果能用智慧呢，再去回馈社会、服务人群呢，这是福至圆满，也就是腹中之腹的意思啦。好，再有一题，这可能是志工问的问题他说我们组长很在意，也很厌倦组长的职位，任期已经届满了，他还不愿意交棒该怎么样的处理呢？其实凡夫团体都是这样子的见怪也不怪了凡夫性就是如此嘛但是我们要超凡入圣的话，就叫突破。我就回答他，我说对有形的名相之位呢，有厌倦或者执着而不愿意交办，这是执着名相也是一种放不下了。离执与离相对修行之路能否清安自在是十分重要的。离相就是没有名相的执着，即使有名也不是真有，而是假有，所以才说所有名相都是什么假名相嘛，不必在意离相不是不要相而是什么不着相世间法会有头衔的种种名相没有名相，有时候老实讲也是很难做事情的就像我上次讲过，要董事长，要有什么什么长什么长总经理这个头衔主任科长，这些都是一样嘛事业团体跟企业团体是一样的道理的。世间法就要这些名相没有名相也难做事情的。但一旦有了名相而紧抓不放，问题来了，这个就会造成被名相拖累而不得清安所以古代才有一些圣贤会说出什么弃一切名相如敝屣就是说把这个头衔名位当作破鞋子一样，没什么重要了不必紧抓不放了元生就接棒元灭就交棒元生就来元灭就去这样才会来去自如所以呢，这个组长或任何的名位都是世间法的假名相，也就是有为法。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上次讲过嘛，必定会有来有去有生有灭最终也是挥挥手不带走一片云彩所以呢，如果能够提放自如知所进退进的时候全力以赴，退的时候全然放下，这就是了不起的出世的态度啦，出世的精神的啦，也是正悟的理念的也就是从有为法的人间事探求无为法的天下理这个道理是如此的所以呢，组长时间到，该传承就传承越能传承的空间就越大了越不能传承的就越压缩自己这样的提放也是存乎一心的还有人问问我，他说你常说要同理别人，要设身处地为他人着想，这样会不会别人犯错的时候，我们在帮他找借口？这样会不会好像是太天真了呢？好像不认同我们所讲的同理心的意思了我回答他说，别人不小心犯错，而我们帮他找借口，这样就是什么？就是宽以待人嘛。
这就是善解的智慧啦，要善解嘛。上次我们有分享过，懂得善解的人才有可能解脱啦。不懂得善解的人都很难解脱啦。对，这是解脱嘛。相反的，如果自己犯错而很会帮自己找借口，这样就很不好。因为常常为自己找借口的人呢，不会进步。这句话是近似语啦。帮别人找借口可以，不要帮自己找借口。其实没有人要故意犯错的大部分人会犯错都是无心之过即使故意犯错，这也是习气未除之人他自己也不想有这样的习气但是与生俱来挥之不去这也是可怜之人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所以无论如何呢，犯错之际呢，都是需要别人给我们原谅跟关怀嘛。尤其对方犯错的对象是我们，他做错事情对象是我们我们更要保持什么宽恕跟包容这样日子才会好过否则别人犯错了，我们拿别人的错来惩罚自己而不高兴生气，这又何苦呢？对，人家犯错做错了，那是别人的业我们如果因此难过痛苦，那变成我们的业，那两个加起来就变成共业了嘛。对这样这个道理要懂。其实如果有一天我们刚才讲说这能力不足的问题不是他故意的，他犯错不是故意，是能力不足我们有时候也会有能力不足而犯错的时候也是希望别人能够什么慈悲体谅我们包容我们能这样想就是同理心了如果再怎么劝呢，别人还是无法不犯错，那也是别人的事情跟你无关我们唯有深自惕厉，警惕自己，不要跟他一样这样子犯错就对了别人已经犯错，我们就不要再用我们的嘴巴去说别人的错，或者去探讨别人犯错的动机，这些都无济于事，没有必要因为这个跟你无关人生问题呢千万种，人生疑惑呢是万万难问题从何产生问题在哪里有一天清晨好几年清晨我在做早课的时候呢，突然间这个灵感很好，对这个见思惑呢有了灵感了，赶快把它记下来我的笔记是这样记心疑起问题，心悟则不迷，转境乃心悟，境转自心迷。有惑无心解，处处是问题疑惑用心解，问题变菩提。这句话是我的体会，赶快把它记下来，你不记下来等下又忘记了所以有问题或疑惑就要用心去破解，要用心就要像孟子所讲的，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要学习或要提问，就要先把放纵跟迷失的心先找回来。心过关，事就过关；心通，路就通这好像这么正言上人所说的菩萨道是在人群中做天下事天下事困难重重，层层关卡，且关关难过。但只要我们心中有入法，则关关难过关关过即使还有问题，问题也是菩提好，我们今天时间讲的比较久一点今天的读书会就到此为止，我们下次再见。祝福各位福慧双修，法喜充满，感恩，再见。